自古以来，十赌九诈，妄想靠赌翻身的人，最终都会落得一场空。我在赌房里做牌娘，从记事起就会出签，管他老的少的，穷的富的，但凡是不当人的烂赌鬼，上了我的牌桌，都是要缺根手指的。抓住他！拿刀来！老子的牌桌今天也要开光了！小小年纪，我带的徒弟就出师了，他的牌桌上，一个穷鬼也要被剁手指了。你当真要看我的手指？想来赌坊挣你爹的救命钱，小子，这最后一把你压的是小拇指，买定离手。慢着，这可不像是贫苦人家的手，我不信翻盘看不出这其中有蹊跷。我教他的第一课就是察言观色，退下吧。菊姐，管事特意交代了，这小子得罪了上面，不用顾忌，直接剁。上面人的恩怨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恩怨，但他和赌坊有仇，而我做梦都想离开赌坊。小子，我陪你玩一把，让他看到我的价值，我就有离开赌坊的希望。菊姐亲自出手，小子，你连脚趾头都保不住了。3、4、6。我压小，手气真烂。哈哈哈哈！开！2、3、4，有点小，怎么会？这怎么可能？局长案竟然输了！你小子守的什么运？你赢了。这一局是我第一次失手，他不仅赢回了所有，还赚了不少。我在赌他是能带我离开赌坊之人。赢了钱就想走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放肆！愿赌服输，千金坊的规矩被你们吃进狗肚子里了，退下！夜深路险，我送你。爹，遇到好人了！你有钱买药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演技真差，半天了，一滴眼泪都没挤出来。太可怜了，我身上带的钱不多，这些你先拿着用，不够的话，你可以再来赌坊找我。找不到的话，也别再赌了。为什么会找不到？姑娘不做牌娘了吗？你还小，很多事不用懂。姑娘，你不怕我是骗子吗？我倒希望你是骗子，这样世间就又少了一个苦命人。我如今会在赌坊做牌娘，也是当年为了救我爹，结果我爹没救活，反倒把我自己输了进去。赌博10赌9输，我不忍再有人重蹈覆辙。日后我定会千倍百倍的还你。拿金线缝补丁，果然不是普通人，他绝对是我这辈子离开赌坊的唯一机会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菊姑娘，你都在这条路上走了3圈了，怎么？这是在等哪个贵客？是啊，回去早了，我怕那贵公子来不及救我。打我记事起，我就在赌桌上抓牌出签。
能练出这么一双百发百中的手，多亏了我有一个好爹。不可能！当家的，收手吧，祖宅卖了，最后一点活命钱也填进去了，你这是要逼我们娘俩去死啊！你输了，这娘们就归我了。滚！放开我娘！臭娘们儿，少耽误老子事儿！我的女儿啊！再睁眼，我娘不见了。我爹说，我帮他把钱赢回来，他就赎回我娘。他赢了，别赌了，但他没赎我娘。他说要靠这些打翻身仗，可他还没翻身，我就等来了母亲被凌辱致死的消息。他让我继续帮他出钱，赢了就下葬。可我不信他了，我把我自己卖给了赌坊，让我做牌娘。有点意思。那天之后，我爹在我的牌桌上输完了所有，赌坊收拾了他，帮我葬了我娘，而我成了千金坊年纪最小的牌娘。富人来了，我让他返贫；穷人来了，我让他输得再也翻不了身。那些在牌桌上自取灭亡的赌鬼，不值得我有丝毫怜悯。他们跟我爹一样，没救的。与其让他们折腾，不如我直接帮他们一步到位。这就是我给徒弟取名翻盘的原因，不仅因为客人们要图彩头，更因为我要在这吃人的泥潭里为自己的人生翻盘。棋局，你还敢回来？知道错哪儿了吗？不知。好一个不知！千金坊账记第一的牌娘，对付个穷鬼竟然输光了筹码，说出去怕是要让人笑掉大牙。怪事的，今天我只是一时失手。哼，失手？行，既然失手，那你来替那穷鬼出手指。住手！皇兄，你快救救菊姑娘！皇兄，云硕，兄长，果然，我没看错人，这气度绝非寻常富贵人家。萧家两位公子好生雅兴，竟然来光顾我这千金坊。东家居然亲自露面了，这两人来头果然不小，京城里姓萧的权贵。等等，当今皇室不就姓萧？难道这两人就是？云绰性子顽劣，来赌坊滋扰闹事，无端扰了郑国侯的营生。怀瑾特来道歉。郑国侯？千金坊背后的东家竟然是郑国侯？我可承不起你的道歉。都出血了，疼不疼？你怎么那么傻？明知道会受罚，为何还帮我？不疼的，公子能赢，都是公子手气好，与我何干？鱼儿果然吃饵上钩了。日后我定会千倍百倍的还你。好。姑娘还要瞒我到何时？这上面都写着你们赌坊的规矩，故意放水，暗中帮客人赢钱，即刻鞭责20，牢记惩戒。你怎会有这个？来人，快去找医师！云硕，够了。这眼神，他定是看出了我是故意做局。他不想让他弟弟和我这种底层人扯上关系。这里离医馆不远，烦请姑娘自行前去就医。此事到此为止。大哥，他伤成这样，云硕，我教你的规矩都忘了吗？
这是想用钱直接买断这份恩情。多谢公子，奴家自行前去便可。这男人防备心极重，简直油盐不进。要想脱离赌坊这座牢笼，光靠那个傻弟弟不够，必须拿下这个冷面阎王。可要怎么做？哭什么哭？你爹早就把你卖给咱们千金坊了，申旗都在这儿。今日这怡红院，你不去也得去。我不去，我宁死也不做娼妇，求求你们放过我！看来送上门的投名状来了。我压他！这是我女儿的死期！再来！爹，你这是要逼女儿去死啊！当家的，收手吧！祖宅卖了，最后一点活命钱也填进去了。臭娘们儿，赶紧松手！你这是要逼我们娘俩去死啊！信不信我打死你？公子，求您救我！只要你能救救我，奴把身子献给公子报恩也甘愿。萧大公子，赌坊有赌坊的规矩，您这金贵身子，莫非也想英雄救美，在这儿留下一段风流艳迹？这局我来坐庄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正愁没有表忠心的机会。我押大三元，开天河，全押了！开局无悔，落子封盘。押，我押！赢了，我赢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赢的这些钱，加上这死丫头的神器，继续押。爹，你去吧，妹。从今天起，你叫顺喜，局局顺遂，逢赌有喜。以后跟着我吧。哥，你看菊姑娘不仅赌技高超，还心地善良，不如这赌坊的管事让她来做。郑国侯可有意识？萧公子东家，您别被他骗了，她是咱们千金坊账记第一的牌娘，心狠手辣。今天这一切都是她故意演给二位公子看的呀！没眼力见的东西，没听见贵人都发话了吗？还不赶紧收拾东西滚蛋！虽然没能成功脱身，但不管怎样，这赌坊从今以后是我说了算。邪了门了！今天怎么一把都不赢？就是，以前好歹还能赢2把回回血，今天这是要吸干我们啊！不玩了，不玩了！师傅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您一声令下，让所有荷官只能赢不能输，这生意还都怎么做啊？跑光了才好啊！按照我说的做，不准给赌客留任何赢的希望，谁敢违抗，照规矩处置。这臭娘们儿，当了管事就不把生意当回事了。你不赚钱，老子还要赚呢。听不见那烦人的筛子声，真好。这赌坊就这样慢慢关了它吧。菊姐，救命！管事，我害怕。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说，无论是谁，我都替你做主。是翻盘。我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敢动我的人！师傅，您别生这么大气啊！我今天上街碰见东家带着个人，你猜猜是谁？30、40岁，额头上有个大红色胎记，看着好眼熟啊，但我就是想不起来是谁。师傅，您能想起来吗？压，全压，发财了！我的，都是我的。那烂赌鬼不是死了吗？当年毒房的人亲口告诉我他死了，怎么会？难道这是东家的警告？因为我违逆了他的心意，攀附别人，他在告诉我，他随时可以让我万劫不复。师傅，那顺喜我能带走了吗？管事的，不要。能，当然能，但你别着急啊。你看他现在瘦的皮包骨头，
能有什么滋味？等我把他养胖些，再找几个教养婆子好好教导教导。到时候我亲自把人送到你床上。还是师傅想的周到，那我等着。威胁我的人，都得死！腰扭起来，走路要像风吹柳条，不是像鸭子过河。又错了，欠打！快了，快了！师傅，你看看现在毒房的账面，一日不如一日。你成天捣鼓那丫头有什么用？我要你像以前一样给赌房卖命，限你3日之内把生意给我做起来，否则别怪我不念师徒情分。可以，但以后分红我要70%。70%？你疯了！你以前才拿30%，现在生意这么差，你还要70%？那是以前，现在千金楼归我说了算，最多50%。行啊，那你去找东家说好了，大不了咱们一拍两散。70%就70%，3天内我看不到银子，咱们走着瞧。翻盘啊翻盘，贪婪是赌桌上最要人命的毒药。看来当初我教你的东西，你都忘了。买定离手。要赌房红火太简单了，提高赢率，赌鬼闻着味儿就来了。等他们习惯了，再慢慢收网。公子，买定离手。本公子今天带的钱多的是，全押。公子好气魄，庄家通吃。再来。我的天，这冤大头哪来的？输了上千两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家里有矿吧？你看他那身行头，少说也值个180两。肥羊，好大一只肥羊！这要是能全吃下，还跟西局那臭衙门分什么钱？师傅，你去伺候别的客官吧，这位顾客我来亲自陪。好。那臭娘们交的签书，我早就烂熟于心。这只大肥羊注定是我的。我押大，买定离手。这荷官怎么回事？第一把就输，赌什么？这叫欲擒故纵，铺垫，懂吗？再来！你又输了，承让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签术明明没问题，难道见鬼了？这荷官铺垫的也太久了，筹码可是要自费80%的。本公子再陪你赌一把，这可是你唯一翻盘的机会了。这一次我押小。我就说我怎么可能输给你，看到了吗？刚才只是失误，接下来我要他输的连底裤都不剩。最后一把，敢不敢全押？有什么不敢？开！不可能！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输？是不是你动了什么手脚？翻盘这是狗急跳墙了。刚刚这位爷可是在局管事手里输了几千两。闭嘴！我要找放高利贷的，来人！我要借1子钱，我要翻本。要不怎么说野鸡变不成凤凰呢？徒弟就是徒弟，这辈子也就是给师傅端茶倒水的命。你又输了，你已经没钱了，不过赌手指也行。女人？我还有女人！输了我把我女人给你，去把顺喜给我带过来。这就对了，翻盘跌入深渊吧。潘哥，叫人家出来干嘛？这模样还行吧？能不能抵这一局的赌资？也行，就当添个乐子。
给老子笑！苦着一张脸咒老子输呢！菊姐，救我！我的卖身契在你那儿，求求你不要卖我！菊姐，我是你救下来的，我是你的人啊！救救我！我不想被带走。你说这个，菊姐，我就知道你心肠最软了。菊姐，你要干什么？不！为什么？我是打算救你的，送你离开京城的船我都替你准备好了，可你却背着我上了翻盘的床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勾结在一起算计我吗？我没有，我是被逼的。菊姐，求您看在过去的情分上，再救我一次，我给您当牛做马。自己选的路自己走完，从今往后，我绝不再做可笑的善人。自此都任人摆布了，我换个好山倚仗有错吗？没错，但既然换了，就不要后悔。你现在应该求的是你的新靠山，求他大发慈悲，赢下这一局，不要卖了你。臭婊子，你不相信老子能赢是不是？放开我！爷，我错了。打得好，敢触庄家的眉头，这女人见血了，今晚庄家必红啊！臭婊子，都怪你！你有那么多绝招，为什么不教我？这样我就不用依附男人而活。要是你肯教我，我就能自己赢钱，我就不用依附这些臭男人而活。是你自私，你怕我抢了你的风头。我给你找了个手艺极好的绣娘，你去正儿八经学门手艺，以后清白做人。那多累啊，菊姐！我就想跟你学那些牌桌上的花招。如果有选择，我绝不会踏入赌坊半步。我苦苦挣扎着要逃出的牢笼，你却妄图在里面不劳而获。既然如此，就要承担不劳而获的下场。再来，我压他！大，我就不信这把开不出大。樊管事，承让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明明动了手脚的。承让了，翻盘荷官。看来你这手艺不到家呀！把这娘们带走，赏你了。不要！等等，不准走！再来，老子还有本钱，我赌我这只手，一根手指换1000两。赌徒的末路就是把自己拆骨剥皮，翻盘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3，我压小2，开！臭娘们儿，出钱，给我拿赌坊的钱，我要翻本儿。赌坊的钱不是给你这种废物。不给？好啊，你不给我，我就去把你那个烂赌鬼亲爹找来，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这个第一牌娘是个什么下贱货色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还外面的印子钱吧。至于我爹，我自己派人都找不到，你一个废物又上哪儿去找呢？来人，把他扔出去！局管事，这怎么处理？太晦气了！翻盘和顺喜都死了，却一滴血都没溅到我手上，这就是贪婪的下场。找2张破席子卷了，抬去城外乱葬岗喂狗。局管事，今天赌坊怕是触了霉头，不会有客了，要关门吗？今儿歇业，把门关死。菊姑娘，好手段。他是什么时候来的？到底看到了多少？若是让他发现我并不纯良的真相，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。菊姑娘，不解释一下？萧大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西局愚钝，听不明白。翻盘怕是到死都没想到，坐在他对面那个看似给赌坊送钱的冤大头，其实是你的徒弟。他知道，他竟然全都知道。翻盘只学了皮毛就想踩在我头上，你只要记住这几个旁门左道，他一上桌就已经是个死人了，知道了吗？徒儿明白。去吧。
别让我失望。此时此刻，在萧怀瑾面前继续装傻，只会死得更快。萧大公子慧眼如炬，不错，局是我设的。既然他贪得无厌，那就只能输掉一切。我这么做，清理门户，全是为了赌坊的长远发展。哦，是吗？为了赌坊发展，我可听说，自从你当了管事，因为你改的那些规矩，赌坊的账绩可是下降了不少。他这是在试探我。这赌坊原本乌烟瘴气，我故意下令只赢不输，赶走大批客源，就是为了摸清这千金坊背后到底是谁在掌控。现在看来，我的猜测没错，赌坊账绩下降，这不正合萧公子的意吗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东家自从上次露面后就再没出现过，他甚至连管事的任命权都没有。与其说他是东家，倒不如说这赌坊背后的真正主子是整个皇家。云硕公子之前乔装打扮来赌坊试探，说明您和您家族根本不想让这个赌坊继续开下去，您说对吗，太子殿下？看来你早就猜出了我的身份，当初你也是用这副伪装的无辜模样，这么哄骗云硕的吗？绝对没有，二公子心地善良，西局对他只有感激，绝无半点哄骗。愿意替我做事吗？成了，我终于拿到了皇家这条大船的入场券。殿下说笑了，我不是一直在为您做事吗？很好，以后我要你帮我打探京城里的消息，各种消息，有用的没用的我全要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单靠一个半死不活的赌坊，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。殿下，既然要收集情报，那这乌烟瘴气的赌坊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哦，那你有什么高见？要不咱们把这赌坊给砸了，改成京城最大的酒楼。砸了？是，酒楼来往客商众多，达官贵人也乐于在此应酬，大家酒过三巡，吃饭聊天之际，防备心最弱，打探消息远比在赌桌上更容易，也更隐蔽。好，就依你所言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这家酒楼的老板。皇家出手果然快，短短1年，曾经的千金坊荡然无存。如今我不再是千金坊的牌娘，而是这醉星楼的局老板。听说这醉星楼有个规矩，凡是同局老板摇筛子赢了的免单。不少人来吃饭，只为同局老板过招，咱们要不也试试？得了吧，这开业至今就没一个赢的。局老板这是在变相劝诫，让咱们知道十赌九输呢。我这从小听筛子练就的耳力，打探起消息来简直如有神助。客人在楼下坐着吃酒，我站在这里能听得一清二楚。镇国侯吩咐的事儿可办妥了。放心吧，5000精锐铁骑已经集结城外。镇国侯，他要造反！局老板，站在楼梯间干嘛？来摇骰子，看看我有没有这个福气免单。谁在外面？糟了，被发现就完了。对不住了，各位，今天这桌免单。通知镇国侯，追，不能让这娘们跑了。必须立刻把镇国侯招兵买马的消息通报给萧怀瑾。西局见到过去的东家，也不知道行礼吗？糟了，见过侯爷。上来吧，聊聊。看来今天这鬼门关，我是非走一遭不可了。额头上的红色胎记，是他。喜菊，我的乖女儿，好久不见。
居然还活着。爹还要谢谢你啊，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被侯爷供着，好吃好喝，衣食无忧这么多年。听说你现在出老千特别厉害，回头帮爹赢2把啊！你们的事以后再说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镇国侯，你恐怕也早就知道。他就这样在我面前露出真容，铁定没什么好事。我知道你在给萧怀瑾卖命，但现在我要你为我所用。你不想当牌娘，大可以早说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攀附别人？更何况我还替你养了你父亲那么多年。萧怀瑾这个人，我最是了解，伪善得很。你说我要是将你的过去都告诉他，你猜他还会不会用？咱们才是一类人。今晚若是不答应他，我怕是连这个马车都走不出去。我要怎么做？我相信凭你的手速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萧怀瑾，易如反掌。你要毒死太子？连乡野村妇都知道镇国侯府世代忠良，他竟然要谋反？怎么，吓到了？很难理解吗？天下都传言镇国侯一心一意辅佐太子，绝无二心。凭什么我生下来就要辅佐他？凭什么那个位置不能是我的？你应该会理解我的，对吧？我可以帮你。然后呢？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说什么混账话呢？我可是你爹，你还要大逆不道不成？哈哈哈哈哈！够狠，我喜欢。我答应你，萧怀瑾死的那天，到时候我让你亲手两结这桩恩怨。侯爷饶命啊！你别听那死丫头胡言乱语。西菊，别让本侯失望。来了，醉月楼最近又探听到什么重要消息了？是关于镇国侯的消息。殿下，请用茶。听说你昨晚去见了镇国侯。西菊，你这下毒的手段可不如你的签术高明。你明明喝过，怎么会？可你不知道，我的毒是在你入口的前1秒下的。太子殿下，你对我的手速还是不够了解。我从太子别院离开的半天后，宫内便传来了太子的死讯，通知镇国侯进宫吊唁。侯爷说了，事情办得不错，这人如今随你处置。西菊，我的好女儿，爹知道错了。从小到大，你看我的眼神里有嫌弃，有算计，但我还是第一次从你眼里看到恐惧。西菊，爹真的知错了。还是刚刚那个恐惧的眼神，让我更喜欢些。可惜，这是你看我的最后一眼了。西菊，不，西菊，我是你亲爹啊！你不能大逆不道，你这个孽障！西菊，西菊，你不提醒我，我都快忘了我的本名是什么了。你给我取名西菊，寓意珍惜在赌桌上的每一局。是啊，西菊，
当年都是我糊涂，可血浓于水呀、爹爹是爱你的。血浓于水，真可笑。一个父亲把亲生女儿当成了赌局里的筹码。爹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真的，我就知道，你到底还是我女儿，你还是心软的。这些人里有不少熟人，都在赌房干过，我教过他们几手，他们知道我的规矩。贪婪者跌入深渊，这是赌台上千古不变的规矩。妄想靠赌翻身的人，最终都会落得一场空。因果流转，我终于能放下过去。好手段，不愧是本侯看中的女人，够狠，够绝，够聪明。西菊，你太对本侯的胃口了。等本侯拿下这江山，给我当皇后，好不好？哈哈哈，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西菊，你留在这里，哪里也不许去。等我凯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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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天在酒楼听到他在招兵买马，他没穿丧服，又带着兵器出城，这是要去集结军队逼宫。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马上行动。来者何人？皇宫重地，闲杂人等一律退下。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见太子腰牌如见本尊，谁敢拦我？这是太子殿下的腰牌。幸好当初顺走了萧怀瑾的腰牌。殿下，得罪了。可殿下不是已经……太子殿下密令，10万火急，耽误了军机，你们谁担待得起？放行。你们都退下。是，殿下。你还敢来见我？我为什么不敢来？你给我查理到底下了什么药？他纵然气成这样，也没有第一时间叫人把我拿下。这世上怎么会有他这样的人？假死药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给太子下药！来人，把这个刺客拖下去砍了！住手！父皇且慢。西菊，你为什么要我假死？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他还愿意相信我有理由，这哪里是镇国侯口中的伪善？时间紧迫，没空详细解释了。镇国侯反了！你这小丫头休得胡言！镇国侯府世代忠良，一心为国，岂会行谋逆作乱之事？休要挑拨离间！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云硕在赌房里差点被翻盘砍掉手指，你当真以为赌房里的人眼瞎，看不出云硕出身不凡吗？我去救云硕的时候，赌坊的打手亲口对我说，是上面特意交代，不用顾忌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没看清楚吗？那赌坊是谁提意见的？镇国侯从未真心辅佐你，他是在借你的名义敛财养兵。殿下放心，这赌坊绝对只坑纨绔的钱，遇见真需要钱的老百姓，我定会故意散财，多出来的钱充盈国库，一举多得。不可能，他与我从小一起长大。他连你亲弟弟的手都敢剁，还有什么是干不出来的？这才是他要我给你下的药，他想让你死。千金坊那座敛财无数的赌坊，当初是镇国侯主动向我提出要见的，我向来对他推心置腹，
从未查验过那毒坊流水，直到云硕偶然撞破，我才得知那毒坊竟肮脏至此。父皇，儿臣恳请虎符调兵，平定叛乱。怀瑾，大前的江山交给你了。传令下去，京城9门立刻封锁，全城戒严，敢有异动者，杀无赦！怎么会这样？这和计划的完全不一样，怎么会有埋伏？西局，竟然敢是你！郑国侯，你大势已去，我念及宗家情分，最后劝你一句，立刻收兵受擒，我可保你全尸。收兵？我筹谋多年，岂有回头之理？萧怀瑾，我都要杀你了，你还要念及情分？你这种优柔寡断之人，怎么做得了君王？表兄，你输了。怎么下不去手？小怀瑾，你快杀了他呀！你不杀他，他就要杀你了！我说我谋划至此，怎会败得如此彻底？西局，原来是你背叛了我。怀瑾，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你太天真了。雕虫小技，你以为凭这些乌合之众就能翻盘？当然不止。皇叔，放了他！放了他很简单，扔下你的长矛，然后退后10步，否则我保证你弟弟的脑袋下一秒就会落地。选吧，怀瑾，江山还是兄弟。你一向标榜仁义，不会让我失望，对吗？糟了，以萧怀瑾的性格，必然会选救萧云硕的。成王败寇，郑国侯绝不会放过他。流水声，这声音这么近，皇城有地下水道，只要找到地下水道的入口，就能救下萧怀瑾。在那哈儿！哈哈哈哈！蠢货，妇人之仁，放箭！殿下。殿下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忍着点儿。西局，西局，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善良。你想瞒着我的那些过往，从一开始我便知道。你不想被任何人摆弄命运，我却利用你，试探你，可到头来一次次救我的也是你。西局，你走吧，别管我了。天下知道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做回你自己，不用再做任何人的妻子。立刻靠近，一生一世一样心情。西局，你没走。我背叛了郑国侯，以他的性格，我就算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也会派人追杀。提心吊胆的日子不是我要的生活。皇城的地下水道连通着这个冷宫，现在郑国侯还没发现我们，但他一直在杀人。他在用宫女太监的命
逼我们出去。别怕，安危很快就会。来不及了，他下令每隔一炷香杀10个人，我们多躲一刻，就有10条无辜的性命为我们陪葬。这些人，他们什么都没做错。西局，这是圈套，你现在出去就是自投罗网。殿下，我这一生最恨的就是无能为力的看着别人为我而死。我娘是，现在外面的那些人也是。我去为殿下争取时间，1个时辰够你集结所有人手了吗？你疯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他不会杀我，至少现在不会。在他眼里，我是能让他炫耀胜利的战利物。他会用我来折磨你、羞辱你，而这恰恰是我的机会。我要让他看到他最想看到的场面，让他以为自己赢了。时辰到了，拉下一批。住手！我的皇后，你终于出来了。西局，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人。萧怀瑾能给你的，我能给你100倍、1000倍。待我登基，这凤印、这后位都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？侯爷说的是，成王败寇，西局认了。侯爷，求你再给西局一次站队的机会。这就对了，你天生就该是人上人，何苦为那个伪善的萧怀瑾卖命？不过，你的忠心可不能只靠一张嘴。既然你愿意归顺，那就亲手杀了他，以表忠心吧。动手吧，用他的血来表明你投靠我的忠心。西姐姐，杀了我！死在你手上，比死在这等乱臣贼子手上好100倍。杀了他，侯爷便信我。自然，动手。别说，走。西西姐姐，啊！贱人，你敢耍我！你的对手是我，萧怀瑾。表哥，这一局是你输了。本侯算计了一辈子，竟栽在亲手培养的牌娘手里。我的皇后，你又一次背叛了我。她只会是我的皇后。从此，天下再无镇国侯。为什么要走？要去哪儿？皇上要给你我赐婚，你我是2个世界的人，我这种冷血的人不合适做这天下的皇后。是因为你那个爹吗？你知晓？留下吧，我伪善，你恶毒，正好互补。哥，你怎么能说嫂子恶毒？她分明是天下最善良的仙女姐姐。没错，是仙女。